想来他就是林苍苍，我这个皇兄无利不起早，定是奔着这位林大小姐而来。其实本王仰慕林阁主已久，一直想要认识林阁主，碍于公务缠身，无缘相见啊。你公务缠身？你不是挺闲的吗？啊，哎，林阁主，你其实见过呀，就上次给你扎青那个。啊，阁主、副阁主都如此胆识过人，想必这位白大侠也不是等闲之辈吧？那当然了。那不如让这位白大侠给本王表演一段舞剑，添酒助兴。王爷，这就不必了吧？我们是剑客，又不是……既然王爷有如此雅兴，那在下就舞剑助兴了。你家白大侠是不是疯了？连王爷也敢真砍，这是有几个脑袋啊？他俩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？咱家王爷可是柳太后的独子，就连当今皇上也要忌惮几分的，谁敢和他有仇？那就是我家小白有气节，不畏强权。皇上前来南楚，看来是为了娶太傅女儿，不遗余力啊。朕只不过是微服私访而已，你的反应未免也太大了吧？微服私访，恰好来我的封地，恰好入凤来阁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九弟若问心无愧，
又何生彷徨？莫非九弟今日才发现自己的封地藏污纳垢，心中不安？寒毒怎么在这时候发作？在下建议不精，损坏了王爷的花，请王爷见谅。钟大侠、白大侠，恕不远送。王爷，矿洞之事乃灵璧教所为，之后可就拜托您了。钟大侠放心，这件事情，本王定会查个清清楚楚。若有消息，定第一时间告知凤来阁。好，有劳王爷。要是本王将灵璧教一网打尽，不知白大侠如何谢我？王爷坐拥楚地，应有尽有，自然不需要白某费心了。要是本王有所求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醒了。苍苍呢？平安。矿场被迫停工，灵璧教损失惨重，太傅很是不悦。是我有负一夫所托。好在矿主已死，他们查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可是那个人，他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若是利用苍苍，你好好静养，其他的事我来处理。师爷，你不会认为你这样神出鬼没，才配得上你萧行营的名头吧？皇上怎会寒毒发作？渡过时的药不是一向可以压制寒毒的吗？把这个吃下去。药吃完了，药没了。李红心怎么不派人回宫取来？他是怎么当差的？不怪他。最近事多，矿场里的矿工都安置好了。属下和李红清已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家，只是找到的矿工和失踪人数对不上。难道有人在矿场里遇难了？我们已将死去的矿工一一统计，可数目还是差了许多。或许是有人逃走了，未查到有人自行归家。看来此事还有别的蹊跷。属下会继续追查。树林里那个戴着面具的青年男子，可有什么线索？此前接触灵璧教，并未见过他。属下无能，几番查探，也未曾发现他的踪迹。看来灵璧教还
还在日益壮大。石岩，现在我有一个新的任务要交给你。皇上请讲。壮大凤来阁。小白，起这么早啊？阁主刚刚升我为堂主，我当然要为阁内的弟子做个表率了。看来我没看错人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阁主之前对我一直都是拒之门外的？有吗？那我也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。再说了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小白，我之前确实是怀疑你是我爹的眼线，所以才对你严加提防。后来又骗你假扮豫章王，让你受了伤，还惹来牢狱之灾，是我不对。哎呀，白迟帆，我跟你道歉。哎，小白，不是白大侠，白堂主，感谢你没有弃我于危难，又派人帮助钟离解救了那些孩子。小白，我跟你发誓，以后你就是我凤来阁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再也不骗你，再也不怀疑你了。没救了，这还不行？你还是重新找一位账房先生吧。啊？来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自凤来阁成立1年多以来，总共亏空了3800两。你是因为这个叹气？不然呢？这个简单啊，我再去偷2件我爹的字画古文，补上就行了。还有呢？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哎，小白放心，凤来阁呢不缺钱。再说了，这不还有你呢吗？阁主，阁主，外面突然来了许多人，都要入咱们凤来阁。什么？你们俩方才聊什么啦？没聊什么呀。没聊什么，我看不是吧？你之前一直提防着他，现如今可好，又让他当堂主，又一口一个小白小白的。苍苍，你们俩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了？我也会尽我所能，让你不必独行。真没什么，他就是救了我一命，然后我们在牢里过了一夜。过了一夜？这还没什么。你不会是打算以身相许吧？说什？说的也未尝不可。你有没有觉得他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赏心悦目？一点没觉得。我觉得他徒有其表，斯文败类，不堪入目。我怎么觉得他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表里不一的危险气息，有种迷死人不偿命的魅力。你没救了你！我叫石岩，擅长用刀，会一套72招昆仑快刀。苍苍，那个就是上次帮我们解救小孩的高手。哦，
正是，阁主好。好，你被录用了。阁主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？考虑什么？小白的人，我放心。师傅，徒儿带着凤来阁重创了那惨无人道的金铁矿场，把那些被强行掳走的孩童都救出来了。师傅知你想要为民除害，可你知道这铁矿背后的势力有多复杂吗？我知道啊，那些都是灵璧教的人，而且我还见到了鬼王。你怎么了，师傅？啊，鬼王很危险。是啊，那个鬼王无恶不作，害了不少人。而且我发现，他们找那些孩童根本不是只为了做矿奴，居然搞出了个什么石头怪人。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有更大的阴谋。听说小白这人紧随你左右，我看他的图谋未必在鬼王之下。哎，是不是钟离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查过了，他白家的身份是假的。这个我早就知道。那你还相信他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秘密，他现在不告诉我，不代表以后不会啊。我可以等他。再说了，我不是也有身份，没有告诉他吗？人心险恶，他处心积虑地接近你，怕是别有用心，又或许便是因你另一层身份。日久见人心，他到底因为我是凤来阁阁主，还是太傅之女？我想，我会等到答案的。苍苍，师父知你从小心地善良，从不愿用罪恶的心去揣度别人。但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毫无保留对你好的，只有你父亲。就连师父我，你都不可全信。这是什么话？当初要不是师父把我救下来，我早就被别人拐跑了，小命都没了。这样的恩情，我不信师父信谁呢？行了，苍苍，你的父亲把你交给我，我便要护你周全。答应师父，跟那个小白保持距离，好吗？早些休息，师父先回了。啊？哎，师父。豫章王府传来消息，王爷把皇上放了，还在清查灵璧教。有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生的这个亲儿子，脑子里在想什么。太后息怒，伤着身子就不好了。你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个犟种？多好的机会，他不去对付那个萧，非要去招惹灵璧教。灵璧教在江湖的势力有多大？真是会给我惹事。那皇上的事，事到如今，只能我们自己出手了。小白，阁主，这几日一共收了73名弟子，相关的信息呢，我都一一登记在册了，阁主可以过目一下。好啊，小白，你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能赢得阁主的信任才是。我最近新得了2坛好酒，又逢千灯节，我们一起庆祝一下。庆祝一下啊！来，阁主今日好雅兴啊！得了好酒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的，干杯！快尝尝。好酒啊！哎，
你有没有尝出家乡的味道？这酒叫桑洛酒，做开桑洛酒，来把菊花汁。这是你们西岭白氏酿造的酒，熟悉不？想必阁主早就看出来了吧？我不是西岭白氏的人，但阁主依然把我当作知己好友，好友之间就应该有话直说，无需试探。好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呢，确实是把你当好朋友，可是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坦诚。比如说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呢。那阁主呢？阁主的真实身份能否告知在下？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是有难言之隐的。阁主怎么知道在下就没有难言之隐呢？既然我们都有难言之隐，那便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。有人跟我说，你是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又或许什么？没什么。是什么人说的？我对你别有用心啊？一个我很信任的人。我可曾做过半分伤害凤来阁的事？我有伤害过阁主吗？那就是师父他不了解你，所以才会对你起疑心。原来是你师父啊！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阁主现在也不必相信我，阁主只需好大的胆子，敢闯我凤来阁！你先走，我来对付他们。要打一起打。有刺客！小白，怎么样？走，抓住他们！慢点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！来人！快叫大夫！给我追！拦住他！
都是死士，嘴里含了毒药。大夫，他到底伤势如何？老夫从未诊过如此复杂的脉象。什么意思啊？此人毒入肺腑，非长久之象，仅有失血过多，理应脉象衰微，但什么？但其脉搏却依旧蓬勃有力呀。那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醒？这，老夫亦不解。你刚才说毒入肺腑又是什么意思？从脉象上看，此人身中寒毒。毒入肺腑，少说也在10年往上。绝不可能，他一直好好的，而且武功极高，怎么会？那就说得通了。他应是一直习武强身，靠内力压制毒性，失血过多也能保持脉搏有力。他应该在长期服用解药。解药？这是什么？救命的药。他把最后一颗解药给我，那得赶快给他服用解药啊！石岩一定知道解药的事儿，快去叫石岩过来。是石岩。白堂主的解药在你那儿吗？他怎么了？他晕过去了，大夫说他需要解药。我去就来。哎，小白，你真傻。明明那是救自己的解药，还要分给我。你这样几次三番的救我，我居然还要怀疑你。师父因为不了解你，所以才会对你起疑心。可是，我相信你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。你还没听到我的道歉。所以你不能死，你能不能快点醒过来？你能不能快点醒过来？藏子，你怎么了？小白，你真醒了！你哭了？我没哭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的。我刚刚梦到，我游荡到了鬼门关，突然身后有个人叫我，我回头一看，是你在梯子横流，我就笑了出来，然后我就醒了。你现在还在这儿取笑我？我把你弄疼了是不是？没事，你很担心我。当然，小时候我生病了，我爹也是很担心的，守着我一整夜。你和你爹感情很好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就去世了，是爹爹一手把我拉扯大的。那你爹怎么能接受你一个人闯荡江湖呢？因为我有师傅啊。难怪你师傅的话如此有分量。小白，我师傅那是因为不了解你，所以才会对你起疑心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让师傅像我相信你一样相信你的，好吗？好，
那你多休息休息，我去看看解药怎么样了。等等，撤！解药拿到了吗？国师刚炼好的，何事这么着急？皇上寒结发作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复杂，回去再说吧。撤！伤成这样，还要出去？我要去带走苍苍。你这副模样，就算见了他，又能做什么？苍苍天真单纯，容易被人利用。我要带他回京城，无论是骗，还是绑，我都要带他回去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灵璧教的事，万一他们真的查出什么，你我该如何向主人交代？义父命我护着苍苍。万一他出什么事，我又如何向义父交代？你是要对他有个交代，还是对你自己有个交代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原来皇上将解药让给了凌小姐。皇上受寒疾之苦，石延清毫无察觉。该死！朕的寒疾从出生时就有了，这么多年早都习惯了。刺客的来历查清楚了吗？属下故意放走一人，派萧宪营追踪，得知那个刺客后来辗转进了豫章王府。豫章王府。皇上，矿洞死事可能有线索了。什么线索啊？博堂画坊。博堂画坊，博堂画坊，名声不响，我倒是有所耳闻。画坊里面做的并非烟粉生意，而是拍卖一些稀罕物件，很是神秘。想要登上画坊，据说十分困难，需要一种特制的邀请函。邀请函可以拜托钟灵，朕要会会他们。到现在还没有鬼王的踪迹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再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能抓到鬼王，铲平灵璧教？3日之内逼鬼王现身，否则都给我提头来见！是。王爷，凤来阁的那个白池帆刚刚派人传来了消息。什么消息？4个字：博堂画坊。为什么他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？以前也是这样吗？早啊，阁主。早啊，伤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阁主昨夜的照顾。哦，毕竟是白堂主，因为我受了伤，我照顾你那是应该的呀。阁主今日怎么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这么拘谨？哦，
有吗？莫不是因为昨晚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我好像有点头晕，然后好像要生病。我先走了啊。你的脉搏过快，确实不太正常。不过阁主面色看起来不像是生病，倒像是心病。不如在下陪阁主出去散散心。郎君快醒！听说船上设了合欢阁，只许夫妻入内。在此船上若无佳人作伴，可算白来一趟。夜无眠，财主佳人尽欢。等一下，你带我来这干什么？还打扮成这样？如此良辰美景，要做什么，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啊？那我不去了。不去怎么能行呢？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阁主了。不是，我虽然是行走江湖、不拘小节，那也不能这么随便啊。解救失踪少年，怎么就随便了？什么失踪少年？此前失踪的人数对不上，我怀疑大部分都被埋到了这里，所以邀你一同前来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对，那走吧。二位看起来有点面生，想必是第一次来画舫吧？绿海棠，贵客呀！老爷夫人，里边请。老爷夫人，夫人，请。画舫离港。画舫离港？为什么呀？二位果然是第一次来，画舫只会开到开阔的海面上，才能开始交易。画舫一入海，石岩在岸边安排的人手便再无用武之地了。二位，走啊！你看那扇子上，这好像是，你看他，看起来仪表堂堂，居然就是，哎呦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！走，看着了没？绿海棠，注意到，看到没有？刚才就看见了。这不同颜色的海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呢。钟离说看到别人的琴前是朵绿海棠，就也准备了一个。要不我们找机会赶紧溜吧？走吧，夫人。谁是你夫人？做戏要做全套，夫人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老爷夫人，里边请。哦，走吧，夫君。请。来，夫人，坐。都到绿海棠了，还装恩爱，不累吗？小杨别胡说，来者是客，给客人上茶。两位要什么呀？那要看老板这里有什么了。虎鞭、蛇鞭、狮鞭、神龙丹、不倒丸、秋实、九香虫，只要贵客你有钱，你想要什么我们就有什么。话说这位爷可真英勇啊！我们绿海棠可甚少有难客。看着了没？绿海棠，注意到，看到没有？看起来仪表堂堂，真是没想到啊！
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有些事情你不懂，别说话，让我来。唉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跟我夫君情投意合，怎会因为他身子孱弱就嫌弃于他呢？我夫君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恩爱如初的。好，就冲夫人这份痴情，我给2位贵客打个折。姐姐有所不知，只是我夫君这身子，现在寻常的药物都没用啊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这偌大的博堂画舫上就没有其他海棠能救救我夫君吗？什么红海棠、黄海棠、蓝海棠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？除了药物，你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夫人是瞧不起我绿海棠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肯定是相信姐姐，只是我不相信我夫君这身子呀。哎，你说句话吧，夫君，这么多年了，到底哪味药对你有用啊？的确，尚无良药可医。唉，姐姐，你听到了，你就想想办法，让我们也见一见其他海棠。二位，请回吧，在那边有船送你们回岸上。哎，你们画舫不是有求必应吗？怎么不买药就赶客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博堂画舫就是这个道理。二位若是不肯走，那就只能丢到海里喂鱼了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真要被赶下船，我们就白来一趟。我知道，我堂堂凤来阁阁主，还能吃这种闷亏？走吧。等一下，不就是虎鞭、蛇鞭、狮鞭、神龙丹吗？买！夫君，掏钱吧。既如此，二位，跟我来吧。哎，二位，随我来啊！哎，二位，楼上请。这里不能进吗？我们是有请帖的。二位，楼上绿海棠房间。这位小姐是贵客。落日聆听着潮汐的倾诉，